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欧阳的视频频道。那么这一期呢，我们继续 ConfigUI 系列的进阶教程。那在我们了解了这么长时间的 IP Adapter 的使用与应用以后，这一期我们终于要和动画进行结合了。之前我们也说过，要生成动画掌握的手段太少了。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手段了。话不多说，由于是视频生成嘛，我们还是直接来到服务器这边，我们打开一个服务器。那么这期呢，欧阳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IP Adapter 如何和 AnimateDiff 进行基础的结合，相当于是 IPA 在动画方面的基础应用。欧阳将它称之为 IPA 的静态动画。那这个工作流相当熟悉啊，还是我们之前用这个 InPark 构建的基础节点，以及加入了一个 IPA 用的 reference 还是我们之前的这样一张图像啊。那主模型这里呢还是 Dreamshipper 8一样的题词，基本和之前几期的题词没有太大的变化啊。之后呢，我希望这个角色它更偏向模型一点，所以这里呢我把它的权重降到 0.6， 同时我们给它一个 EasyZoom 这样一个权重，它更偏向一些模型啊，感觉还是有一点弱了，再加一点点吧。OK， 这样的话还不错啊。之后我们就来说，当 IPA 加入到 AnimateDiff 里，它能起到个什么效果呢？首先它能起到一个角色稳定以及画面稳定的效果。当我们加入 IPA 以后呢，它的变化以及闪烁会降低很多。我们这里可以对比一下啊。首先呢，这里我们找到这个 AnimateDiff， 然后我们找到节点1，我们先用这个节点1来加载一下。同时呢，这里我们简单用一个 V2 的模型。在这里，如果我们不走 IPA， 我们可以连过来看一下，直接用 AnimateDiff 来生成的这样一个效果。这里我们帧数给到16帧，这里我们还需要把这个预览图改一下，把它改成我们之前的这个视频的合并助手，拖出来一个搜索 Video 合并视频，合并为 H264 的编码，其他默认不保存视频。OK， 我们现在直接来生成。然后生成的过程当中，我们来说一下之前大家所遇到的问题。可能有的人说会花屏啊，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批次啊，你不能给到太小。有的可能说我要试一试，给到批次1，那是肯定不够的，因为它渲染它是要有一个批次的一个长度。其次呢，批次8和批次16是差很大的。批次8它可能没有16好，因为这个模型啊，就我们这个运动模型，它是在16帧的基础上训练的，所以说16帧的效果是最好的啊。这也是经过多次测试，你不管是哪个模型吧，哪个运动模型它16帧效果都是最好的。现在我们回来看一下啊，这样的人物啊以及它的渲染，我这个渲染的步数25:1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然后这个效果你会看到有些糊啊，就是我们之前的重绘也是这样的感觉，它会太平面了，包括它的光影和对比度都没有那么好。那现在呢，我们接入这个 IPA， 同样是这么一个刺客的题词，对不对？然后这边呢，只不过我们有了一个参考。当然了，这个运动模型也在模型管道，具体是接在 IPA 这个流程的前面和后面都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最后呢，它们参数都会合并到一起，只不过是先合并谁而已，所以说最后的参数都是一样的。OK， 现在我们再来生成。好的，那么可以看到我们用了 IPA 以后，整个的画面它是不是要稳定很多啊？稳定度不像之前的那个幅度大，也就是运动幅度不大。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的画面的表现效果会明确很多，会好很多。可以看到，不管是边缘还是这个光影都很明确，对吧？这就是 IPA 它最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 IPA 介入的话，我们这个动画可能会很凌乱。比如说现在是1的运动幅度，即便我给它加到 1.2， 我们再来看一下，可以看到它依旧保持得很好，对吧？只不过它的发丝啊、背景的运动啊更强烈一些。那这就是 IPA 生成视频最核心的作用。所以说现在大家看到的所有的视频工作流 AnimateDiff 的工作流基本上是离不开 IPA 的。那么当我们了解了这个会借用 IPA 来生成动画的时候，之后呢，我们就来探讨静态动画。什么是静态动画呢？在静态的参考图上来做不同的事情。那首先我们说最简单的一个方案就是遮罩，对吧？如果我们想在背景上做一些文章啊，比如说同样啊，我们还是按之前的方法拖出来一份，然后我们来编辑遮罩。在遮罩这个地方呢，我们只框选人物的部分。当然我们这个参考图和我们最终的图像还不一样，这里呢我们来复制一下这张图像吧，我们来重新编辑一下，只是给到人物，对吧？这是我们最基础的运用 IPA 的一种方法。然后我们在背景上重新来命名一下，比如说这样一个翻译就是一个夜空，我们想让它有一些流星的感觉，我们先来试一试啊，复制到下面一行之后，我们把遮罩传到我们这个 IPA 里面来，然后我们直接来生成。现在可以看到我们已经顺利的把背景换了，对吗？那怎么处理静态图，我们就怎么处理动态图，这个原理都是相似的。可以看到第二次生成也没有任何问题，只不过流星好像没有啊，这跟我们这个运动是有关系的，因为运动模型它在训练的时候也会接受不同的这个运动效果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把它改成 V3， 然后这边呢我们加个 V3 的 Laura， 搜一下太多了，我们找 V3。 OK， 我们把这个 Laura 的权重降一下，降到 0.6。 现在我们再来生成，那可以看到 V3
V3的效果是不是又不一样了？它可能在风格上都会变化。有些朋友也说，为什么Animative出来的动画和我模型出来的图不一样？这就是因为我们的运动模型它其实也是有这个图形元素的，所以说当我们的原本模型信息过了一遍 AD 以后，它的画面其实是已经被修改过的，所以它不可能完全像我们之前的这个主模型所生成的图像。OK， 明白这一点以后呢，我们现在还是把它改到 V2 吧，因为在测试过程当中呢，我还是觉得 V2 的效果要更漂亮一些，但是 V3 的运动会这个运动效果呢要更自然一些，这个看我们的需求。当然了，对于 Animative 的高级设置里面，我们还可以混合 V2 和 V3 和多种的运动模型，这个我们之后在说这个 AD 的高级设置里面我们再说吧。OK， 现在我们把这个 Laura 给它删掉。接下来呢，我们来说第二种，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分区动画。那这时候呢，我们还是像之前一样啊，把这个删掉。下面呢，我也创建了这样一个遮罩组，这个是我们之前所使用过的案例啊。朋友来预览一下遮罩，这是反转以后的，这边是没有反转的啊，这两个。然后我们就把它应用在 IPA 上。那怎么应用呢？这边呢，我们一样啊，要加2个 IPA 的应用节点。同时呢，我们给2张不一样的图啊。这边呢，我准备了一张水的图像，这边呢是一张火的。那这2张呢，可以看到都不是很规则的图像啊，我们都需要预处理一下。所以这时候我们对图像来稍微进行一个预处理 ，Clip， 我们直接搜索。预处理图像，然后我们最终再来预览一下。OK， 这2个可以看到是这样的，这个水的可能被裁剪了，我们让它向下对齐。OK，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然后我们把这2张图像呢挨个传给我们这边，水的我们传到第一个，火的呢我们传到第2个，锐化呢我们也稍微加一点点，这样的话整个出来的效果会比较锐利，会比较清晰。然后我们把它关掉。接下来我们把下面的这个遮罩传给我们 IPA 啊，第一个左边呢给水，第2个反转了右边的呢给火。然后我们在这里先把它的权重都设置为线性，然后权重呢我们都给到 0.8， 后面的 IPA 我们这个模型也串联一下，然后最终把模型给到 AD。接下来我们改一下提示词啊，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简单用一下这个水与火的这样一个提示词啊，为了让它动感更强呢，我这里给到了一个飞舞的水和火，然后后面呢给了一个背景，多彩的运动背景。之后我们把采样器打开，然后直接来渲染。哦，这里的运动幅度有点大了啊， 1.2， 我们应该从1开始测试，那也无所谓了，现在先让它生成。 OK， 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左边是水，右边是火。那这里最大的问题就是有很明显的交界线，对不对？那这就是权重的问题，就是线性我们给的比较高，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它的权重再往下降一下，每一个参考都给到 EAZ， 这样的话可能会体现一下我们后面多彩的背景啊，这样一个题词。 OK， 这样明显会看到水和火2个背景是融合在一起了啊，但是这个动效不是特别好，我们稍微调整一下它的运动强度，然后再把我们的这个随机种子换一下，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水火共同存在的一个画面了。所以这里我们是简单的就用了一个遮罩啊，把2个物体进行了区分。那当然了，除了这种方法以外呢，我们还可以让这2个物体融合的更好。至于融合的方法呢，一共有2种。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不需要用遮罩来区分。首先我们把遮罩取消掉，第一种就是使用权重，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是硬，那么第2个呢，我们可以 out， 也就是说刚开始是这个水的图像参考图的这个 IPA 的权重进入，然后当它慢慢退出的时候，我们火再进入啊，这样的话呢，2个就会交替，当然了，火可能就会弱一些。那现在呢，我们再来生成来看一下，那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另一种景象啊，是水和火融合在一起了。那么第2种方式，我们可以更简单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先把它改到线性以后呢，我们可以使用开始和结束时间，对吧？这个我们之前也尝试过。那在动画方面呢，我们也来试一试，比如说我们让这个水从0到 0.5， 就是走前面一半，那火呢走后面一半，从 0.5 呢到1啊，这样就是一半的一半。我们再来生成看一下，这样的话呢，水就要多一些啊，火呢进入的慢一点，所以说它的效果要不是那么的明显。那如果我把这2个换一下，火是不是就会强一些，水就会弱一些？比如说0到 0.5， 那么水呢从后面进入 0.5 到1，所以说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来调整两边谁先谁后啊，2个融合了。那至于2种最好的融合方式，相信大家也看出来了啊，就是我们之前用这个权重的方式，它融合的会比较好一些。要是在百分比上的话呢，我们需要精细的去调一下它们的先后顺序，当然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叠加一下，比如说从0到 0.7， 然后这边呢从 0.5 到1啊，这样就可以叠加 20%， 对吧？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它一个宽屏768的，然后我们把权重呢依然改成 EZ-IN。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也可以稍微让它叠加一下，比如说这边是 0.4 吧，然后这边是 0.6， 中间有 20% 的重叠，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水火交融的画面。那如果我想把它当成背景，前面我还想放一个人物怎么办？那我们就进行第3次的融合。现在呢，我们一样还
是用 IP adapter。同样的，我们再复制出来一个 IP adapter， 然后我们给到一个参考图。这里呢，我们用这样一张类似于修仙人物的这么一个参考图啊，然后我们把图像传过来，同时呢，我们把这个模型也串接一下。这个 IPA 我们随便放啊，放到后面也行，前面也行啊。那在这里呢，我觉得放到前面它的权重可能会高一些吧，我们就放到前面，串到前面来，然后把这个模型呢，我们也同样拽过来。现在都是 Plus 模型啊，然后这里的权重我们先不变啊，还是这个 EZ-IN。那接下来呢，我们给最终的效果再来一个题词。那比如说这里我们复制一段这样的题词啊，就是一个帅气的男人盘腿打坐啊，是一个长发，后面我加了一些风格啊，比如说动漫呀、插画呀以及中国风，再来进行一个生成。OK， 这样我们就生成了一个有人物，同时也有运动背景的这样一个效果。那这个效果我们可以继续的深入的去调啊，可以看到背景呢是有一个月亮，这个月亮有点动了，对不对？而且我们这个参考图可以看到它的背后是有月亮的。那如何屏蔽掉它的背景呢？啊，这里我们是不是也是会用到遮罩啊，对吧？我们这里同样来编辑一下它的遮罩，我们只把人物框选，而不框选背景，也就是说让 APA 只识别这个人物。之后呢，我们把遮罩传给这个 IPA， 改一下随机种子，我们再来生成一下。可以看到现在我们这个背景就已经脱离了原先这个背景效果了，对吧？但是我们这个人物可能稍微有一些偏差，因为我们的遮罩并不是用的这个分辨率去画的，我们其实应该是用这个分辨率去画一下。那这里我们来复制一下原始的这么一个图像，然后在这个图像上我们绘制一下它的遮罩，稍微画的大一点也没有什么关系啊。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遮罩传到我们上面这个人物的 IPA 里面去。现在我们再来生成 OK， 那么这样我们就脱离了原始人物参考图的背景了。那么这个效果呢，我们可以随便调啊，可以看到这个水的效果现在稍微有点弱，对吧？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边来增强啊水的开始时间，稍微调整一下水的结束到 0.8， 开始到 0.2。啊，这样水可能会多一些。当然我们也可以调个个啊，更粗暴一点来给它调个个，比如说0到 0.5， 这边是0。那么下面的火呢，我们让它开始从 0.4 到1，然后我们再来生成啊。当我们知道了这个区域控制以后啊，这些权重都是我们随便调整、随便来实现的。OK， 那么现在看到又是另一番景象啊，所以说这个权重调整真的是很有意思啊。那现在呢，可以看到我们没有背景了，所以说我们可以在背景上做一些文章，比如说这里我用的这个背景是宇宙、星空和金色的光芒，稍微加一些权重，因为可以看到我们这边都是 EZ-IN， 所以说我们是有条件体现背景题词的。那现在呢，我们再来生成，可以看到背景已经顺利的体现出来了，对不对啊？但是这个金色光芒可能和我们这个水融在一起了，水火融在一起了啊，它们是相关联的。那么这就是我们如何从静态用权重和我们的遮罩来划分我们不同的这个物体。那最后呢，我们要完善这个动画呢，其实啊 AnimeDiff 有时候生成了以后我们会觉得比较糊，但如果我们进入 IPA 以后啊，其实就能极大程度的缓解了这个糊。就像我们第一次生成的时候，没有进入 IPA 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很模糊的，对吧？那如果我们想提升这个动画的质量和一些细节呢，其实也很简单，我们只需要进行一个2次的重绘就可以。那这里呢，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直接把采样器来复制一份，我们直接传这个 latent， 把这个 pipe 传过来，然后这边的渲染参数我们什么都不改，稍微改一下重绘幅度到 0.5 啊 0.6 吧， 0.5 有点低啊，其实参数都是一样的。然后这边呢，我们稍微给它加一个 latent 的缩放，比如说我们给到 1.5， 那这样的话我们分辨率是768的1100多，我们相当于1280吧。然后我们这个 latent 呢也给传过来，这个视频放到下面，后面呢我们再来一个视频合并放到这边，一样还要解一下码，重新合并一个视频，我们直接再来2次重绘。 OK， 现在我们来对比一下两个视频，进行了 1.5 倍放大的2次重绘，可以看到右边的细节要多了很多，对吧？包括水流啊、火焰啊，以及这个人物服装的细节。所以说想提升我们这个动画质量呢，很简单，就是2步渲染就可以了。当然了，之后呢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个后期的放大以及后期的补帧，那这会让我们的视频更细致，包括你可以看到下面水流的这个金色的丝线啊，有点感觉啊。OK， 那么这就是关于 IPA 静态使用的一些方法。那什么叫静态呢？我们再来重新理解一下。所谓的静态就是我们用一张参考图来生成参考图的模型数据。那这个模型数据它其实是一个固态的，就是说它不会动，就是 IPA 所输出的模型数据呢，它不是动态，它是固态的，只是给了一个参考数据。这样几个参考数据，我们使用不同的遮罩区域也好，权重也好，题词也好啊，相结合产生我们想要生成的一个视频内容。那动态是什么呢？那说到动态呢，就不得不提我们这个 IPA 当中的另一个应用，关于 batch 的一个应用了，对不对？我们可以找到 IPA，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高级的以及批次啊，这里我们要说的就是批次。所谓的批次，我们之前也说了，它是一次会传出来很多张图，那每一张图呢对应每
一帧，那这就是一个动态的变换。我们可以让不同的帧使用不同的参考图，它是不是就在生成的过程当中进行动态的变换，而不像我们这边只会从始到终，比如说我们16帧啊，它从0帧到16帧给的参考内容、参考信息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传入了3种不一样的参考而已，对不对？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些都删掉啊。那这里批次呢，我们就只需要留一个，其他的我们都可以删除掉，因为这个批次我们是可以传进去各种各样的图像的，对不对？所以这里呢，我们传2张图像，第一张图像呢还是我们之前的这样一个女性刺客，那第二张图像呢，我们来传一个这个，同样是女性刺客，可以看到我重绘了一下，把她的眼睛进行了一个闭合。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传入我们自己所组合的一个批次。那这个批次呢，我们是可以按帧来计算的。比如说我们这里生成的是16帧，那我们让它重复2次，每一次呢是1秒钟，也就是让它重复2秒。那刚开始呢，我希望它是闭眼，那么之后呢，我希望它睁眼。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直接来进行一个批次的复制，我们直接搜索 batch 来复制图像批次。那这一张呢，我让它来2帧，那下一张呢，这个我让它来6帧，这样的话把它俩进行一个批次的组合，同样是 batch。OK， 最后我们预览，那么这样组合在一起，我们是不是就有了一个1秒钟的批次，对不对？前2张是闭眼的，后面是睁眼的。一般眨眼，人眨眼就是2-3帧啊，所以说我们基本上给它2到3帧就可以。那之后呢，我们让这1秒钟来重复2遍啊，这里给个复制2，然后再传过来，我们再看，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就组合出来了16帧的图像？可以看到对吧？前面的8帧是先闭眼后睁眼，下面同样是重复了8帧啊。这样呢，我们2秒钟的动画会眨2次眼，这就是我们一个批次的作用。之后我们直接把这个批次传给我们这个批次的应用啊，批次对批次。现在呢，我们打开我们的采样器，同时我们把这个分辨率调整回512，把后面的合璧视频打开，我们直接来渲染。哎，这里忘了个事儿啊，有点粗心了啊，我们这个提示词没有改啊。那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刺客在刚开始它是有一下眨眼的，对吧？眼睛从闭到睁，但是第2次呢没有。那我们其实可以在提示方面呢再着重强调一下，比如说我们来一个眨眼。那现在可以看到我们就把这个眼睛的动画修复了，对吧？因为之前我们用的这个权重可能有些低，所以我稍微调高了一点点，这就是关于批次动态方面的一个变化。那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就想到了，哎，这个批次我是不是可以不给同样一个人物呢？我是不是可以换一下啊？比如说我稍微换一个人物，然后把上面这张图像调回到我们之前的这个参考图。最后呢，我们把这个批次稍微改一下，很简单，让上面呢占据1秒钟8帧，下面呢1秒钟8帧，然后2个进行组合以后呢，直接把组合的图像传给我们这边的批次。然后我们直接来生成。好的，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这个效果可能不是我们想要，对吧？我们之前在心里所预期的那个效果应该是2个人物很顺畅、很衔接的变化过去，但是现在呢，它是一个直接跳闪到另一个人物。那么这就要说到我们视频在动画制作当中经常用到的一个转换，我们称之为转场。那在这套工作流中我们要如何使用呢？这就说到高级的动态蒙版了。我们把这些内容呢留到下一期来讲，因为动态蒙版要拓展出来以后会讲很多内容，合到这一期里估计时间会很长啊。那最后的最后，我想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动画制作的小技巧吧。这里我们还是只给这样一张参考图，我们就给16。那最后要说的一个技巧是关于 AnimeDiff 这套流程呢，上次欧阳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也说了，它进行了重大的更新啊。那这里我们简单要说的就是它的一个高级使用方式啊。我们简单的来构建一下，现在我们使用的是简单的构建方式嘛。那么高级呢，我们可以在 AnimeDiff 里面找到这个 Gen2 啊 Gen2 的这么一系列啊。其实这里它是把简单的这个加载器呢分成了3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有动态应用的部分，有动态加载的部分，以及采样的部分。那现在呢，我们先加载一个动态模型。那么这个节点呢，其实相当于我们这一块啊，就是模型名称以及上面的一些模型设置。我们在这里可以分别的来看啊，比如说这个动态模型 Laura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是有的？那么动态缩放可以看到这里有个缩放多值，就是我们这边的动态缩放，它是把这个地方拆开了啊。那这里我们先说大块，首先呢，我们要加载一个动态模型，对吧？我们直接动态模型加载器就和我们这边是一模一样的，我们这边同样用个 V2 的模型，后面可以看到是一个动态组，那这边还不是模型管道，所以说我们这边的模型组出来以后呢，是要找到我们 AnimeDiff 当中这个高级组，就是 Gen2 的这么一个组里面当中的高级采样器啊。高级采样这一步，我们是可以把这个组连过来以后，它是负责模型管道的输入和输出的。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模型管道接过来，同时把它输出给我们的采样器。那这样的话，基本上这3个节点就合成了我们上面最简单原始的这样一个节点。那么对于下面这些节点呢，可以更多更细致的来设置相
相关的步骤。那这里呢，我们主要强调的一点是采样，采样当中的一个特殊算法。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采样设置，当然最基础的这个地方也有采样设置啊，可以看到这个采样设置，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采样设置器拖出来。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对接下面的这个采样设置，因为之后我们可能会用到高级流程。在这里呢，我们简单说一下高级流程的搭建，基本这样就完成了。之后我们把上面的这2个节点删掉啊，我们说这个高级的流程。然后在采样设置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噪波类型这里，我们可以设置不同的噪波类型。那么也就是在 Animative 大更新了以后的1个月以后吧，推出了这个 Fill Noise， 就是它会在动画生成的过程当中，也就是我们这个动画模型运算的过程当中，它自由的生成一些噪波，相当于我们 IPA 这边加噪波一样。如果我们 IPA 这边加一点负面的噪波，是不是就会圆滑一些，画面就会更圆润更光滑一些，对吧？但也不能太多，太多是不是就有点油腻了，对吧？那在动画这里也一样，当我们加了这个 Fill Noise 以后很多的细节表现呢会更好，更柔润更丝滑吧，可以这么理解。那么这是一个参考啊。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们之前生成的一个动画。那这个动画呢，我们先把它挪出来，来进行一个备份。之后呢，我们使用这个加了 Fill Noise 的选项以后，我们生成的动画是什么样？我们来生成一下。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左边是加了 Noise 的，右边是没有的。左边的呢，可以看到更细腻，它的动画更细腻。右边的水可以看到稍微少了一些啊，就是说它的稳定程度会更高。所以说在使用了这个方式以后呢，我们是可以再增加一些我们这个运动幅度的，就运动缩放啊。在这个高级节点当中呢，我们可以直接找到这个缩放多值其实就是一个缩放相乘吧，一个乘法的一个缩放值，找到一个多值动态，然后把这个浮点数呢，我们往上提一提。之前我们是1嘛，现在我们提到 1.2， 它就相当于我们原先那个节点的动态缩放。那现在呢，我们再来生成。那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加了 noise， 又把它的运动值增强以后，可以看到这个背景的运动呢，就更自然、更细腻比我们右边的原先的这个效果要好。如果右边在原始基础上，我们加到 1.2 以后，它可能就飞了这个动画。所以这个 Fill Noise 是要跟大家说的一个重点。那么第二点呢，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我们这个模型管道。之前我们说 IPA 的时候，模型管道我们是给了一个模型缩放，对吧？可以调整我们的多样性。那么如果在动画里，我们还能不能用模型缩放呢？其实也有一个节点，就是在我们原先的这个 SVD 里，我们可以找到这个采样。在采样里，我们可以看到有视频模型，这就是 SAD 里当中的一个线性或者是三角，这两个我们都可以尝试啊。这样的话，我们默认的是使用一个线性，我们可以把线性的最小值降到 0.7， 然后我们把模型呢过一遍这个，再传给我们的采样器。我们来看一下会有什么样的变化。OK， 现在可以看到，刚开始它的 CFG 是比较低的，慢慢的加到1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通过调 CFG 呢来调整我们画面的一个曲线。可以看到 CFG 越高呢，动态范围越强。那么这是 1.5 的一个效果，整个的饱和度它在慢慢的变化这就是我们 CFG 引导当中的一个作用吧。那么现在如果我们用之前的这个静态的CFG 缩放，可以看到它会让我们画面有更多的多样性。所以说各种的 CFG 我们都可以尝试，在动画生成当中也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我们搜一下 CFG， 可以看到有很多，可以看到对吧？双线引导，什么缩放，什么线性引导，什么自定义，以及这个三角引导。那这里呢，最后我们再来一个全套，也就是我们进行一个2次的升级升高，同时呢，我们把升高的图像进行一个后期放大，通过模型，然后在模型这里呢，我们加载一个 US 模型，对于出来的图像呢，我们再给一个补帧，来手动创建一个，还是我们之前用的这个49的模型，当然47也可以默认的47也可以，然后倍数我们给到3倍。最后呢，我们合并的视频，它的帧率为24帧。另外这里这个放大倍数稍微有点大了系数缩减到 0.5， 也就是放大2倍。出来以后，我们再给一个锐化 Essentials 节点里面，我们找到一个图像自动锐化。自适应锐化它比较好的就是分前后景这里我们默认的一个值给它低一点吧，给到 0.5， 最后把图像给到我们补帧，打开采样器，然后我们进行生成。那么经过了这一系列的操作，可以看到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成品。我们挪过来看一下，这边我们给的 CFG 有点低，所以说它的颜色饱和度不是很高，后期我们稍微可以调一下它的颜色。那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视频的整个的流畅程度就已经到了一个档次了，对不对？然后看一下我们的分辨率下载到桌面，我们看一下它的分辨率是2304的1536已经到达了 2K 的这样一个分辨率了。所以说这就是这一节要跟大家分享的 IPA 如何与 AD 结合的最基础的一些方式，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吧。至于动态变化呢，大家也不要着急，下一节就来了因为对于视频来说，整个的调试过程要花上不少功夫那么最后呢，如果觉得本期内容还算干货的话，就千万不要忘了点击系列按键来支持欧阳下线了。如果对 AI 领域感兴趣的话，也千万不要忘了关注欧阳的视频频道。未来呢，我们一起学习，一起交流。我们下期再见。